我小朋友在这边玩遥控飞机。最近比较新的这几期应该都在15万，国际化那种社区的感觉。一个是综合馆，一个是少儿馆。微辣的羊肉串，再吃一块这个豆腐。哇，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大家能看到吗？从这个视频当中，好美的景色，哇！2个月之前呢，小白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瑞虹天地的月亮湾这个商业，而且反响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今天小白呢，重点就是在瑞虹新城这个可以说是现在上海市中高端的一个商业区吧，然后氛围非常好。我们在这边逛一逛这边的街区。然后呢，最后我们再进到这个太阳宫里面，让大家看一看这种社区的瑞安集团打造的商业。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来这边的。那么这里呢，就是瑞虹天地的月亮湾，这边的总建筑面积是7万方，2017年6月开业的，主要是以夜市不打烊、文化发生器，然后还有这些音乐娱乐为重要的商业元素打造的。而且最近这1-2年在大力的更新店铺和改造。在今年夏天嘛，就是反响非常的不错，而且晚上这边还会有一些非常壮观的年轻人的这种音乐聚会。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主要是今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不太想去其他地方溜达了。而且今天好像据说是香港那边台风很严重，大家如果有住在香港的，还注意一下安全吧。上海天气就非常的不错，虽然有一点热，但是蔚蓝的天空，还有朵朵白云。在3楼呢，这个月亮湾和太阳宫是有一个连廊的。这边这个口就是进入太阳宫的地下车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太阳宫的这种金色的铝面装饰，然后呢，它还有一种层层推进的，就是说每层的这边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室外的一个露台。那么在楼上呢，如果天气非常凉爽的话，吃饭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马路对面呢，就是月亮湾。这条路呢，就是瑞虹路。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大概经过2个街区的话，就到了和平公园。和平公园我也去过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逛，尤其适合遛弯或者是带小朋友。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然后绿化也特别的具有审美。这个路口就是宏观路和瑞虹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在马路对面呢，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边应该是瑞虹新城的乐亭。然后左边这个呢，应该是瑞虹新城的景亭。从宏观路往里走呢，这边应该右手边是瑞虹新城的怡亭，然后还有前面有37。37可能应该是在这边，离和平公园那边近一点。不过如果离地铁站近和太阳宫的话，好像是2期会近一点吧。在左手边呢，这个就是华师大、一附中，
这边的学校应该在虹口区来讲，应该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回到瑞虹路，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往和平公园那边走一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边的这个街道都非常的干净，然后这个地面铺的砖也都很牢固的感觉，还留着这种专属放共享单车的这种小格子。所以走在这边或者是遛弯的这种街道的这种社区氛围、环境啊、舒适度都非常的不错。它整体的住宅下面的这些底商，相对来说可能和这边的业主更匹配一些。看看这个小区旁边都是这种中介。还有美容院，我们看一看这边贴出来的这个住宅的价格，基本上都是至少1000万起。这个就是瑞虹3期的一个进入小区的门。那么老上海人呢，就会对这个片区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这边基本上可以说是上海最大的这个棚户区，以前叫做宏镇老街。还有，我觉得好像还比较有名的是闸北的有一个叫做番瓜弄，对，好像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棚户区。然后这种地痞流氓。所以上海话有一个叫做“滚地龙”，就是形容宏镇老街这边的人。这条路的话就叫做天镇路，这个是中粮瑞虹海景1号。现在瑞虹开发的话，应该总共有10期了，应该。单价的话，最近比较新的这几期应该都在15万、14万，现在可能因为价格还低了一点，应该是在这个价格，之前可能还会更高。那么刚刚说了一半，为什么这个滚地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白也特意请教了一下上海的家人和这个百科。这是因为呢，那个20世纪40年代，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等因素，一批农村人口从安徽啊，然后苏北以及山东这些地方呢，就是涌入上海境内，但是他们呢没有钱购置土地，所以就搭了这种简易的房子，也就是说临时住所。但是这种住所呢，出入如同这个钻洞，所以就称之为这个滚地龙。当时的居住环境非常的恶劣，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熟悉宏镇老街的这个老上海人，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或者在评论区给我们分享一下当年的这些精彩的故事。据说是没有人敢来到这边，或者是就是这边打架可能比较厉害。比较合群可能。这个就是中粮瑞虹海景1号的车库出入口，旁边是它的小区的大门。这种小区现在都是人车分流的，看着环境特别的好。那么前面呢就是和平公园了。既然走到这边了，小白就带大家在门口里面稍微转一转。这个公园挺大的，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了解
主要是瑞虹新城这个片区以及周边的居民生活。当然这个最近这边路好像在维修。这样看，这个街道是不是非常的干净，有一种国际化那种社区的感觉，看着就特有氛围。经过红绿灯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牌子“上海和平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平面图。它有一个鸽子广场，然后我觉得它最有名的是这种一个个岛，而且还有一个咖啡店，是那种很江南风格的，也很不错。这里面还有一个24小时的图书馆。和平公园呢是始建于1958年，占地是16.34公顷。左边这个就是楼梯，右边这种一个个这种小的坡道，就是大家可以轮椅啊、婴儿车呀、无障碍。从这个门口一进来就是有肯德基，还有园艺，以及一个和平公园的党群服务中心。正对着我们的就是 Manner 的咖啡。今天人还不是特别多，可能因为天气太热了吧。那么往里走呢，也非常非常的大。今天不敢喝咖啡了，昨天下午喝了2杯，然后到4点才睡觉。进来之后呢，就看到一些老人在下象棋，可以听到远处拉手风琴的声音。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老人会在这边组织合唱。里面有很多跳舞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边就是吹萨克斯的，这是一片绣球的区域。然后那个有一片湖，上面开满了莲花，应该是也特别的美。然后那边呢，就是有一些餐厅。这里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从这边就可以望到刚刚我们路过的瑞虹新城的住宅。它这边的 view 应该是非常的无敌了。有小朋友在这边玩遥控飞机。这边还有鸟类科普，这主要可能是经常出现在和平公园的一些鸟类。这个里面是一个自然中心，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学习一些关于自然的一些知识。转过来之后呢，就可以听到小朋友们的欢声笑语了。这是他们挖沙的地区，有一块大大的沙地。他把他的雨水调蓄技术都作为一个展示，在这边科普给大家。有没有很热闹？而且每个区域的话都是有一个安全员来规范一些小朋友或者家长的这些行为。那这边走呢，就是一些大朋友的器械。前面还有个篮球场。
左边这个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大连路。过了大连路之后呢，就是出了虹口区了，就到了杨浦区。前边还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坪，在草坪的左侧呢，这个建筑就是和平书院。它就是24小时的这个图书馆。哇，这边这个树的好像重新进行了布置，有这种多种颜色的这种色彩的，把树围起来。而且这个草现在非常的茂密，很厚的。有一半的这个草坪都被树荫所遮挡。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些阳光照进来。一个是综合馆，一个是少儿馆，也就是小朋友的书籍。一楼还有喝咖啡，还有吃东西的。这里是一个和平书院勘察社，这还有一个平台。莲花还没有开。不过都已经含苞待放了。哇，我说什么在叫？里面有个小鸭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系里面有很多的一片片的莲花，然后在对面呢就是那个喂鸽子的一个小广场。哇，好舒服呀！大家应该能看到这个云彩移动的特别快，微风徐徐。好了，现在小白要从这个和平公园出去了。对了，补充一下，就是最近国际图书馆的这个协会公布了2025年年度最佳公共图书馆的入围名单，其中就有刚刚我带大家看过的这个和平书院。这条路呢就是新港路。接下来我们就往回走，出发去太阳宫了。顺路跟大家大概讲一讲，就是瑞安集团呢是在1996年，然后从这边开始拿地进行动工的，到现在应该是整整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打造了这片区域。从当年的那个棚户区，到现在这种可以说在上海数得着的这种社区的这种氛围。很多人都说这边是中产他们的聚集地。然后呢，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是一期建成，06年是2期，10年3期，11年是4期明庭，然后14年、15年、16年、20年都分别交付。这个有喷泉的这个小区就是瑞虹的天悦峻庭。这边的中介真的是非常的多，走一段就会看到几家，所以可见这边的这个房产的流通性，包括单价，足以可以把这些中介公司养活。所以之前有一个店家的这个员工告诉我说，如果你想看这个房子它卖的好不好，或者是它流通性高不高，你就看它小区下面有没有这个中介公司，或者是有几家中介公司。那么这个呢，就是瑞虹天地的太阳宫。现在我们可以进去，正好凉快。其实这边瑞虹不光有太阳宫，还有月亮湾，它还有一个星星堂和瑞虹坊。
现在就是进到太阳宫的1层了，好像正在搞一些活动，青少年的一个跳舞的锦标赛。这个左边是 Lululemon， 右边迪桑特、赛洛蒙，还有丝芙兰。里面是一家超大的 Zara， 哇，今天人还挺多的。这边是他们跳舞比赛的一个备场的区域。我觉得港资的这种场子，你一进来就能看到，就是整体的维护，包括服务都非常的到位。大家应该也能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它的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干净的。它还有地下。好像很多的朋友还是很喜欢看我这个。带大家逛商业、逛场子的这种感觉，而且瑞虹这边的这个太阳宫，还是有很多的商业地产人作为一个案例来学习的，也经常来这边考察。这边呢，就是另外它的一个门，就是3号门，在这里呢可以是一个落客的区域。打车呀什么的，门口还有一个喷泉，非常的方便。这样转，右手边呢就是鳄鱼，而且它1层的话，临街会有一些轻食、西餐厅。就是地下1层的一个篮球比赛。那我们上到2楼吧，然后和大家大概的走一圈，逛一逛。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应该是最楼上的顶层的那一片，那个市集我觉得特别好。这里就是2楼了。它不光是整体你可以绕一圈，然后中间呢也可以穿插过去。2层的话就都是一些服装，以女性的居多。左边这是一个西西弗书店，刚刚那个跳舞比赛的好像在开始跳了。对面是21 Cake， 是卖小蛋糕的。这家蛋糕店一直很火的。这个是江南布衣。然后在楼上的话，还有1层都是给小朋友的，包括一些玩的，然后还有服装。那么我们就从这边上去吧，因为前边还是一些卖衣服的店。好，这个电梯是一下子直接就可以到4层的。我们还是坐1层1层上吧。2层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餐饮了。3层上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牌都是 Kiss 的小朋友的衣服。这个跑道呢，就是小朋友很喜欢开的那个小车，它的那个轨迹跑道啊，就是这个，一次应该要几10块钱吧。
那左边呢，这个好像是新开的一个卡丁车的，14卡是780。所以现在还是很多商场基本上都会赚小朋友的钱，还有宠物的钱。小朋友的钱真的是太好赚了，尤其这种玩的，因为每个小孩都会非常的好奇。就这种让他们看着眼花缭乱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玩吧，可能也学不到什么真正有用的这种益智开发。那里面呢，这个就是这个米兰的，就是小朋友玩耍的这个类似于城堡，里面有好几层供他们玩各种的这种设施。对面呢，那个就是学游泳的，然后旁边这个是剪头发的，好像一次理发的话应该也要在100多。这边就都是小朋友的，卖衣服的，还有这个是卖手表的，学习机。以及前边有一个卖玩具的，这个叫做那是英国的，叫做哈姆雷斯，好像是。3层这个角落的区域呢，连通户外这个连廊，它是到月亮湾的。这边有几个餐饮，寿司呀，然后还有椰子鸡火锅。我们继续上4层。4层上来之后呢，这边有一个 Manner 咖啡店，然后右手边都是卖一些，比如钢琴，还有这个电脑、计算机，包括手机的，比如三星、OPPO。刚刚小白一看，现在已经5点半了。后来想了想，还是跟家里面人通个电话，晚上在太阳宫吃个饭吧。那么正好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小白今天晚上吃什么。因为很多人说我经常去吃西餐，今天我想吃个火锅。前面就是这个环映影城，然后右手边有一个吃点都德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这两边都是游戏厅，还有抓娃娃的。那里面还有卖张小泉那个剪刀的。好久没有看电影了，最近那个 F1还有柯南还是蛮想看的。门口就是卖奶茶的，还有卖一些小零食、泡芙、柠檬茶。这个 KFC 里面人也很多。对面好像有一个新的店是 Panasonic 的，好像是关于居住空间的。这边是有那种80年代的感觉。吃鱼的吗？海鲜的。看着还不错哎。这个是吃川菜的，梅州东坡。我看看我要去吃什么，然后是不是在这一层啊？诶，我要吃的那个火锅不在这一层，还要再往上一走。前面那个叫苍山，也是吃云贵菜的。这还有一个苏小柳点心，吃小龙和白斩鸡。从这边就可以上去了。
哎，小白今天晚上就要吃这一家锁亭右苑，我还是挺喜欢的。我除了吃这个北京的火锅或者是四川火锅，基本上都会来这家吃。它也是个连锁的，有很多店，而且它还有更高端的黑金店。我先去问问用不用排队。这个区域都是在排队等位的，旁边还有一个费大厨。我要等20多桌，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然后顺便带大家在旁边逛一逛。这一层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一层了，餐饮非常的多，还有很多的小档口。这有一个南翔馒头店。现在已经是晚饭的点儿了，人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叫做南礼市集，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做花样市集，我们进里面可以逛一逛。在这个市集的一圈周边呢，都是一些餐厅，然后还有一些档口。这里面有小朋友在跟兔兔互动，还有捞鱼，卖一些小鱼的地方。之前这边是有一个卖鲜花的，非常的实惠，但是现在好像关掉了。竟然还有山羊里面。从这边就可以上到楼上的星巴克。太阳宫的商业呢，其实有很多的上海首店也都会在这里边进行入驻。那这家就是吃港式的，一个叫港酒的。那么这里面呢还有吃潮汕的，包括吃酸菜鱼的。这个就是吃 gelato 的，一个叫做野人先生嘛。这里有咖喱博士，还有旺角香港小食。这个叫做孤独的寿喜烧，是1人食的这种，是寿喜锅。这边一大片全是餐饮，然后再往前有一个叫做星球餐厅的，它是这种小朋友主题的，比如小朋友过生日啊，然后可以去这里面吃饭，还可以玩。右边还有一个酒馆。那么这边呢，基本上就是太阳宫的5层。这样转过来是吃酒酿的。在这边边啊，还有卖一些小玩具的。这一侧就是一些干果，包括还有卖尼罗的，就是一些腌制。这里面还有吃韩国料理的，前面就有吃松鹤楼的，包括面、寿司这些。转了一圈之后呢，我们从这边上到这个星巴克。这个就是在楼上的星巴克，也是星巴克甄选。那边还有一个阿拉比卡。这层也有很多的人在排队吃饭，有吃日料的，还有吃福建菜的。
这一家是吃淮扬菜的，好像没有什么人气，里面就零星几桌。然而在它旁边这家餐厅呢，就人满为患了。在对面是一家吃这个兰心本帮菜的，然后那边有寿司。坐电梯到这个最高层的话，有牛排馆，就可能会是一些稍微高档一些的餐厅了，因为这边可以看到门口没有什么人排队，应该单价比较高。还有一些做头发的店。看到这个名字叫做紫月轩，这一听就不便宜。我们从这边往下看一看，这是刚刚我们逛的那个南里食集。在这个餐厅旁边呢是一个平台，哇，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大家能看到吗？从这个视频当中，好美的景色，哇！对面呢就是月亮湾了。好了，小白现在要去吃饭了，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进来了。这个是我点的一些肉。他们家的这个牛肉还是非常嫩的，这个是牛骨的原汤火锅，这个是我点的微辣的羊肉串，我觉得他们家这味道还可以的。这边就是调料区，都是自助的，这里还有冰棍儿，还有冰粉儿。这个是涮好的这个肉，看着很嫩的，我还是很喜欢吃的。再吃一块这个豆腐。吃好晚饭，现在准备在这个3号门这边打个车回家了。那么今天小白和大家的这个瑞虹天地 City Walk 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深度的体验了一下在上海虹口区的这个非常有氛围的一个高端的社区，还有它旁边的街区以及商业。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喽，好，拜拜。